不顾前一晚较平时的晚睡，今日早起打起精神，因为今天就要冲锋本次的重头戏大阪环球影城了。开始。路过一处，看到有共享滑板车及电动车，还挺方便的。当天我们是6点半起床，7点半出门，8点左右的环球影城地铁站已经人头攒动了。因为带着一个3岁、一个1岁半的小孩，许多项目不能玩，所以我们今天的主要目标只有2个：进入马里奥世界以及玩一趟耀西冒险。Hello， 大家好，我是主菜的奶爸狗狗，来自上海，因为爱情嫁来台湾，因为家庭和孩子选择留在台北生活。原本是一名广告设计师，现在是2个小孩的全职家庭主妇，时不时分享一些亲子出游的影片。这一期要来说一下大阪环球影城的详细攻略以及实际游览经历。环球影城门票能提前订就提前订，有分4项快速和7项快速通道的票。虽然快速通道票比门票本身还要贵至少1倍，但是如果携带小朋友或者不想排队的，真的值得买，游园体验会好一个档次。4项快速通道票按不同项目分成好几个价位，而7项则只有1档价格，基本囊括了所有热门项目，且无论4项还是7项都包含了马里奥世界的入场票，也就不用像平民一样赶着去抢整理券了。快速通道票似乎要提前1个月才买得到，毕竟也是限量供应，假设无限量的话，快速通道一样会挤满人。那如果像我这种穷人没钱买快速通道票，要进入马里奥世界就只有4种方法。1是开门就冲，在马里奥世界达到多少人数前是可以自由进入的，但是这个间隙很短就是了，比较考验脚力。2是开门后去现场领取预约券，越早去可以选择的时间越多，这个也比较考验早起和脚力。3是像我这样用 App 绑定入场券后，在 App 上领取整理券，同样越早越好，晚了也可能领完了，并且一定要入场券扫码后实际进入园区才可以领取。4是听说带着护照去服务中心花2000日币买整理券，说是针对外国游客提高一点点乐园体验，以免马里奥狂热粉被拦在马里奥世界外气得刷负评。实际开园都会比网站显示提早一些，我们当天是8点20到达，开始入园排队。虽然看起来人潮汹涌，但实际经历10分钟，8点半的时候就入园了。我们选到的马里奥世界时段是9点，
也就意味着9点到10点间都可以进入。看来此次环球影城的任务算完成一半了。看时间还充裕，我们就准备先在 Wonderland 游玩区刷几个小朋友身高达标的项目。因为刚开园没多久，所以像这些小儿科的项目玩的人还不多，通常10到20分钟就能上车。而对于每个项目的儿童身高限制，我也在做攻略的时候都看得滚瓜烂熟了，所以一口气玩了飞天使努比、Hello Kitty 蛋糕杯、爱萌小兜风。其中爱萌小兜风这个儿童独自驾驶电动汽车的项目，会有工作人员先考试，问小朋友是否知道左右，以免上路后是个三宝。而在玩大篷车马戏团这个无身高限制旋转木马项目的时候，从一开始就哭闹不肯下地的妹妹终于情绪崩溃了。开始问她要不要玩的时候说要，走上去后哪一台车都不愿意坐，烈日当头又摸不透她的心思，此时让我也有些负压。终于项目结束后，看看时间也差不多了，该去马里奥世界转换一下心态了。通过一条两边都是修剪整齐的绿色植物通道，心情有些像爱丽丝进入仙境那一刻的感受。虽然在一些影片里看过许多次大阪环球影城特有的马里奥世界是何种场景，但实际自己快要见到的时候，心里还是充满了激动。另外，马里奥世界里有一个全区域游玩项目，就是特有的马里奥手环互动游戏。关于这个手环的攻略，现场有好几处可以买，售价是4200元，相当于800多台币。而我是通过非官方的租借渠道，一天是200台币，不是收藏爱好者的话，租借还是能省不少钱的。Okay, maybe okay. Okay, thank you. Please say Here we go. Here we go. Thank you. Thank you. 这里大水管。穿过马里奥标志性的绿色水管通道，一座游戏世界里的童话城堡就展现在眼前。蘑菇、食人花、砖块、金币箱，整个场景制作得相当精妙，无差别还原了这个童年玩到大的经典电动。各种游戏中出现的元素在这里都能找到，只是当游戏世界的场景挤满了玩家后，游戏就变得有点出戏了。戴上马里奥手环就可以参与现场许多互动游戏，只是当玩家达到一定数量后，无需去寻找，无需去探索，那些游戏也有点变得像定点打卡般无聊，更别说碰上无排队意识的玩家了。拿那个手表戴手表的手，马里奥手表的手，马里奥手表，在黄色下面，在黄色下面，哎，在这边排队。就如这样一个项目，我们几乎排了20分钟。对成年人来说，聊聊天就打发过去的时间，带着2个小朋友就会变得比较漫长，要提醒无数次不要乱跑。
往区域中央走，下了楼梯，进入一条黄色的水管，就是这个区域的一大热门项目之一——耀西冒险了，也是本次带2个小恶魔的地狱难度的环球影城游的第2项任务。看着当日 App 上显示的排队等候时间为40分钟，算是非常短的队伍了。而且它的队伍在室内延展，没有日晒，还有冷气，算是相当友好的项目。并且环球影城有一项非常好的服务，也就是带孩子的夫妻2人都要玩，如果孩子太小还不适合乘坐的话，可以问工作人员要一张轮换卡，也就是当轮到你的时候，可以其中1人先玩，另1人带着孩子在轮换区等候，等另一个玩好直接轮换，无需排2次队伍，对家长非常友好。这边的队伍旁边也有许多可以用手环互动的游戏，真的很用心。到我们坐上耀西冒险了。其实对于乘坐耀西冒险的情景，网上早已看过别人的攻略不下4、5次了，但是身临其境的时候还是觉得很好玩，尤其是当日的蓝天白云结合到游戏场景的道具环境，真的会让人觉得置身游戏世界。结束了耀西冒险，才想起一件本应一进入马里奥世界后就要做的事情，也就是应该先去奇诺比奥餐厅扫码进行预约，否则就会像我们这次一样，10点入园先去玩了一下，再去预约的时候已经排到下午2点半了，在此期间出去的话就无法再进来了，所以蘑菇套餐这个遗憾就留待下次完成吧。注意哦，奇诺比奥餐厅扫码预约需要在80米范围内，所以只能在现场进行预约。看着马里奥的表演区前面人山人海，2个小孩又因为累了不怎么受控，想在城堡前拍一张合照都无法实现，
外加错过了奇诺比奥餐厅，这趟的马里奥世界游玩只能带着有些低落的心情离开了。为了找餐厅，我们直接穿过了侏罗纪公园区域，因为此处的游玩项目小朋友身高都不满足，这里的餐厅也是肉食居多，不太适合小朋友的样子。看了一眼园区里的大热门项目飞天翼龙过山车，为人父母嘛，只能暂时放弃一部分自我了，先好好做个乐园工具人，完成推车、抱抱、背包、排队、注册等服务吧。一路走到小小兵区域，不怎么宽敞的道路上充斥着游客。原本想在这里看表演，但是看看大的在推车上懒懒的，小的在背巾上闹闹的，且当日艳阳高照，非常晒，也就作罢。查看了附近几个餐厅，有的人非常多，没有座位；有的食物不怎么对小孩胃口；有的需要现场预约。最终兜兜转转绕了一圈，回到了 Wonderland 的史努比餐厅。这一餐的价格为4200元，一份三明治套餐，一份意面套餐，还有一份儿童松饼套餐。吃完午餐，2小只都在餐厅里睡了一下，我也得以重新整理心情。虽然前期花了很长时间规划尽可能玩到更多项目的线路，考虑到一些意外的可能性，每天上小红书查询预测开门时间、预测游客数量、每个项目前1日的排队时长，以及各个演出的时间等等，想做到尽善尽美。但事实上2个小孩完全不可控，前期的预想值和实际情况的落差感在心里渐渐平衡。想想不该用自己的价值观去强行付诸在小孩身上，可能一个只需排队10分钟的冷门项目莫比的气球之旅，就要比排队100分钟的热门项目鹰马飞行对他来说更有趣。带孩子就应该这样吧，放下自己，放下成人的价值观，一面放下，万般自在。虽然觉得花了这么贵的门票，孩子却净玩些台北儿童新乐园就能玩的项目，挺冤的。但想想孩子其实也挺冤的，可能对他来说台北儿童新乐园就够好玩了，是我们非要带他来大阪环球影城的。果果带着壮壮去玩的时候，我在一旁带着妹妹等候，妹妹似乎还没适应乐园的气氛，完全不肯离开我，只能有些无奈的一直背着她。此时旁边也有位带着大约1岁小孩在等候的父亲，听口音也是从台湾来的。孩子坐在推车里不时要往外爬，那位父亲满脸怨容，看着他仿佛看到了早一刻的自己，有些好笑又有些同情。虽说当父母也不该把自己丢了，但在带孩子去的游乐园里确实需要暂时忘记自己。再来到一处有一个类似乐园内亲子天地的地方，每块区域都有个独立的名字，像是奇幻大海啊、建筑公司啊、魔法派对啊等等。装修很漂亮，道具也很考究。壮壮在这里终于一改上午因早起而携带的我好累碎碎念，玩得不亦乐乎。而一上午不肯离身的妹妹，也在楼梯的上上下下间适应了日本的气息，找到了乐园的欢乐。看着她这样肆意奔跑，我也终于从楼梯哪都有，何必花那么贵门票进来，还害得老父亲什么都不能玩，
这样的玩笑吐槽中释放了负面情绪。转而又回到了环球影城最深处的小小冰区域，毕竟这里还有一个壮壮身高可以玩的项目——冰冻镭射光。结束后往外走，分别玩了2个次热门项目：大白鲨和4D 电影《我的英雄学院》。大白鲨似乎是最后一天开放，后续不知道是改建还是整修，幸好这次没错过，是一趟非常有代入感的坐船行程，并且是一家4口第一次能一起玩的一个项目，可惜不能拍摄。而4D 电影的身高说明有些扯，说是没有限制，实则妹妹这样的小 baby 需要单独一个座位。幸好果果带着妹妹去逛商店没有参与，否则妹妹绝对会被摇晃的椅子甩落到地上。不过整个电影的效果还是很棒的，虽然全程日语也没有字幕，不过也能让壮壮看得津津有味。最后还剩1格电量，我们就趁关机前前往哈利波特的世界，因为彻底不带有任何任务，并且对于排队100分钟的热门项目鹰马飞车也不抱期望，所以反而比较轻松了。虽然没怎么看过哈利波特系列，但还是觉得这个场景打造得很棒，甚至表演人员也都让我很入戏。仔细一看，这位老爷爷其实只是一个游客。商店橱窗也花了心思，布置了很多魔法小道具。这是魔法学院的厕所，打造得非常考究。这里最出名的食物就是黄油啤酒这种汽水饮料了，排队10分钟买到1杯，甜甜的，小朋友也很爱喝。穿出商店有个人气很旺的设施——魔法水罐，似乎是谁的法力比较强，喷出的水就会比较多。现场很有趣，
喷水了。有人施展了魔法，大家都会鼓掌。看来魔法世界人人平等，不管大人小孩，谁都有可能制造奇迹。最原本的打算是一直玩到晚上的，毕竟许多热门项目，像《哈利波特竞技之旅》、《好莱坞美梦乘车游》等等，动辄1小时以上的队伍，来都来了，总要排1-2个吧。但是理想是丰满的，现实是骨感的，带着小朋友就好好做个工具人吧。在落日下渐渐往外走，带着一点点遗憾。遗憾之处在于项目没玩够，照片没拍够，攻略没用够。所以接下去就集中说一下攻略部分，给有需要用的观众。我是在小红书上查询了一个每天播报当日几点开门、人流数量、每个项目每个时段的排队时间以及演出时间，并且预测第2天几点开门的账号，通常会比官方公告的时间早30到60分钟开园。想玩的尽兴又不想花太多钱买快速通道票的，还是要努力早起一下，尽早入园。攻略有的说排最左边进场快，有的说最右边进场快，我觉得还是要看运气。像我们这次就比较中间，也是10分钟就进场了。园区不能带食物，可以随身带1瓶水。提前买票的要准备好放大了的2维码，一扫完码就预定马里奥入场时间。后续可以根据马里奥入场时间来做计划，可以先挑几个热门项目，像是好莱坞美梦乘车、哈利波特竞技之旅、鹰马飞车，这几个开园一段时间后，通常都要排队1小时以上。也可以直接先去马里奥世界、马耀西冒险或库巴王挑战赛玩掉，但要记得先扫奇诺比奥餐厅的预约码，现场才能预约。这样上午通常可以玩掉2-3个热门项目。中午吃完饭可以去看几个4D 电影，休息一下。当期是名侦探柯南和我的英雄学院的主题。再接下去可以玩一些次热门项目，像是大白鲨、飞天翼龙、侏罗纪公园、小小兵等等，通常排队40分钟左右，中间穿插着看几场街头表演。再到晚上可以把还想玩的热门项目玩一玩，因为晚上排队通常就很快了。环球影城排队有2个不错的设计，一个是单人通道，不和朋友一起玩就走单人通道，时间会比一般队伍快至少1倍。甚至你和朋友一起排，有时候也会安排在同一趟。还有一个就是照顾家长的贴心设计，轮换乘坐卡，也就是一个带孩子，一个去玩，玩好回来轮换，无需重新排队。大致上就是这样了，可以提前下载环球影城的 App， 再做适合自己的规划。我们带孩子的就随便逛一下出园吧。其实想了想，最失落的可能是妹妹吧，被莫名其妙带到这里，一个项目也不能玩，结果还没有北投亲子馆让她觉得开心。我猜的。回程的地铁非常巧的是台湾宣传车，在车上的小朋友已经累到东倒西歪了。原本的计划是在环球影城里解决晚餐，现在就在住宿附近的百货里觅食了。拿环球影城动辄2-3千的一份餐食对比，百货公司美食广场的1-2千定时显得特别便宜。吃完晚餐的小朋友又电量十足了。我们这次是住在大阪大巨蛋附近的民宿，交通便利，周围1公里有3条不同线路的地铁站，环境在上一部里有介绍， CP 值真的非常高，算下来一天2000台币都不到。附近还有这个永旺梦乐城百货公司的超市，和家乐福差不多，而它的结账系统让我非常新奇。和自助结账不同的是，收银人员需要挨个扫描货品，然后给你一个号码牌，再去号码牌相应的收费机上缴费就行了，少了人工收钱找钱这个服务。
这就是我们带着2个小朋友的大阪行第2天的重头戏——环球影城的全部经过了。有任何对环球影城攻略不清楚的地方，都可以趁我还有记忆时问我哦。那我们就下期再见啦，大家再会。